夜深人静，意兴阑珊。虽然那些羞涩网站对于老司机的你已失去诱惑，但为了排解一整天的疲惫和压力，你还是忍不住在浏览器的无痕窗口中输入了已熟记于心的网址。当红绿闪烁的画面铺满视野，你的大脑又开始释放多巴胺，给你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慰藉。从血脉喷张的第一次到阅遍无数的老司机，你忘了自己删过多少次几十 G 的学习资料又重新下载回来，也忘了发过多少次誓要抛弃那几位老师，却总是旧情复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开始觉得兴趣索然了，精力不振了，身体不如从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星河百度。今天咱们聊聊经常看羞涩片，大脑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。还是从第一次说起。据统计，全球男性首次浏览羞涩片的平均年龄为10岁，而这个年纪刚好是第一性征发育的时间。在这之前，男孩对异性基本不感兴趣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时，面对这么多美女妖精，却只想让那个抓耳挠腮的猴子一棒子打死。但这个局面在接受第一次生理教育时彻底改变。未经人事的你哪经得住这种场面？不可描述的图像猛烈刺激着大脑，什么动画片、《西游记》全都抛之脑后了。这个时候，大脑只忙于一件事儿，释放多巴胺。多巴胺传递的信号激活了奖赏通路，给你带来愉悦和兴奋的感觉。有快感就有欲望，也就有成瘾的可能性。不过这个机制并不是进化的败笔，相反，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。比如吃东西、性行为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。它的逻辑是先让你尝到甜头，给你奖赏，你才有动力去找吃的避免饿死，去找对象传宗接代。此时大脑里的多巴胺呈爆发式增长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加速、头脑沸腾、身体燥热，但这种快感你一定能感受到是前所未有的。就这样，青春期的懵懂在新奇的画面中变成了真实的欲望。虽然可能仅仅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一课，但这种体验已经深深地刻在脑海里。奖赏系统一旦发现了有潜在价值的东西后，就会分泌多巴胺，给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的回路发送提醒的信号，让他们记住什么东西或者行为能带来快感，下一次该如何获取。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是你从其他行为中难以获得的。虽说吃东西、打游戏也能刺激大脑，但都没有羞涩片来得那么强烈。性是自然界能给予人类快感度最高的行为。于是你开始时不时回忆和脑补，找机会体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欲望也就形成了。所以多巴胺也被称为欲望分子。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些信号特别敏感，比如看到性感图片、听朋友讲荤段子，或者是独处一室，它们像是触发器，一旦触碰就激活了大脑的欲望回路，让你产生想要看片的强烈渴望。这是因为大脑发生了敏化反应，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，几次刺激后，欲望回路神经细胞间的联系加强，更容易被触发。所以跟刺激相关的信息，别人看了可能内心平静毫无波澜，但你看了没准会躁动不安。随着观看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下载的学习资料越来越大，慢慢的你发现看片带来的快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。这是因为奖赏预测误差的减少。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并不是奖赏，而是奖赏预测误差，就是说实际的奖励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才行。所以多巴胺还有个名字叫预期分子。比如你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面包店，你会想进去尝尝味道如何，这种感觉来自于对陌生事物的预期，就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。你觉得好吃，于是每天都来光顾，但时间一长，你发现味道也就一般。其实面包的味道没有变，变的是你的预期。看片也是一样，看得多了，那些重复的画面跟你的预期基本一致，甚至还达不到预期，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了。另外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大脑还出现了脱敏反应，也就是耐受性提高了。有一项研究调查了64名健康的男性，他们每周看片0到19.5个小时不等。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，发现看片较多的受试者，大脑中跟奖励和动机相关的纹状体的活跃度下降，甚至出现了萎缩。如此一来，大脑对刺激也就变得迟钝和麻木了。此时你的大脑已经从涉世未深的小白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老油条，你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重复的只有少数演员的羞涩片，转而去寻找更刺激和另类的，以维持最初的快感程度。我猜你会想，这么费劲，不看了不就行了吗？当然没有这么简单，瘾一旦形成是很难戒掉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多巴胺系统并不是完全静止的，而是会以每秒3到5次的速度被激发。看片时速率激增到每秒20到30次，但如果预期的奖赏没有实现，多巴胺的激发速率会下降到0，这种落差感是非常痛苦的。吃山珍海味习惯了，突然让你吃糠咽菜，那谁受得了，对吧？我们看那些瘾君子、酗酒者戒不掉，并不是他们享受那种极度的快感，也不是意志力薄弱，
而是难以忍受跌入谷底的痛苦。既然戒不掉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其实按理说，看片是很稀松平常的行为，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接受过这种教育。全球最大的羞涩网站的日访问量高达7500万次。放心，我是不会教坏你们，告诉你们地址的。大部分用户平均每周会看2个小时以上，但成瘾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。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花费1个小时时间在羞涩片上，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：额叶功能退化。多巴胺在欲望回路中让我们产生了最原始的冲动，但我们也能发现，这个冲动并不是不分场合、不合时宜的。没人会在大庭广众下看片，对吧？它被一种力量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，这个力量来自于多巴胺控制回路，从福特贝盖区出发，穿过大脑来到额叶。它衡量欲望回路的要求，进行理解和分析，不合理的要求就压制下去，合理的会进一步规划方案实现目标。正常情况，人们是在欲望回路跟控制回路的拉扯下保持着平衡，但成瘾者控制回路的终点额叶的灰质会发生变化，使得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下降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正常人看片可能还纠结一下，伤身体悠着点，成瘾后就不一样了，欲望回路吊打控制回路，饮血战胜了理智，还想什么呢？赶紧爽一把，在虚拟的快感中越陷越深。而且控制回路的控制力下降，不仅仅是影响看片这一个行为，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沉迷于即时快乐，对容易上瘾的事物更加难以抵抗，比如抽烟、喝酒、打游戏等等。而那些需要延迟满足的行为，像学习、社交、锻炼身体，你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事儿才是现实生活的主旋律，如果没有好好对待，一定会有反噬的结果。学习下降了，人际关系变差了，身体不舒服了，各种压力随之而来。排解压力，喜欢抽烟的会抽根烟，喜欢打游戏的会组团开黑，当然喜欢看片的也会去看个片儿。成瘾者大脑中的压力处理部分失常，这也是戒不掉瘾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，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，简直就是个死循环。到头来你根本离不开羞涩片，它既是开心时的奖励，也是失落时的慰藉。看片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，即便它已经无法给你足够的快感和满足，但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除了对大脑的影响，你也会发现身体和生活都在慢慢变糟。根据2021年的一项研究，男性功能障碍简称 ED 与羞涩片观看量有明显的相关性。21.48% 的用户有一定程度的 ED， 很小就开始看羞涩片的用户，一般是10岁之前， ED 的比例甚至高达 58%。 加上很多影片都存在错误的病态的引导，观看者在心理上难免会有自卑的倾向。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500位年轻人，来了解羞涩片的使用剂量对性满意度的影响。结果显示，观看羞涩片越频繁，现实中的满意度也就越低，而且仅仅是观看了几次，就能使满意度开始下降。毕竟羞涩片里那些绝美的尤物、夸张的动作、奇葩的剧情，很多在现实中是没办法实现的。两种体验的巨大落差，会让你对真实的伴侣失去兴趣和欲望。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，只能变本加厉的在影片中寻找安慰，然后在现实中更加得不到满足，久而久之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你决定重建自己，戒掉看片瘾，但仅仅过了2-3天，就开始出现焦虑、易怒、失眠等戒断症状。而且你越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画面，大脑就越频繁地挑逗你。据统计，82%的男性因为无法忍受戒色的痛苦而最终失败。不过当你坚持到2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欲望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，可以专注学习、工作等一些事情而不分心了。看到敏感信息的时候也不会蠢蠢欲动了，这代表多巴胺的耐受性已经慢慢下降了。1个月后，你每天早上醒来都精神十足，大脑不再时不时跳出少儿不宜的画面，你的注意力更集中了，思维更活跃了。而这仅仅是正向反馈的开始，慢慢的你还发现，在学习、旅游、社交中也能获得愉悦感，而且这次是健康的、持久的、不会成瘾的愉悦感。最后想说，既然大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，那就完全可以像粘土一样，在我们的手中变换形状，而不是把我们当成傀儡一样肆意摆弄。所以从虚拟的图像中走出来，去尝试更多现实中的事情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，收获不一样的快乐。